淡淡的笑。你总是说好累好忙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？哎，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？只是想陪你吃饭，看你笑笑，听你最近好不好？哎，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？我们一起坐着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看电影，好不好？ Yeah, I'm looking at the final report right now. Yeah, sure. I'll see you at the club later. Okay. All right, sir. See you tonight. Bye. 黄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可说她还要再一会儿，等一下可以吗？没关系，应该的。啊，你是没有睡好吗？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？有谢丽婷吗？咖啡，谢谢。啊，服务员，咖啡2杯。好的，魏先生。哎。 Hey Jonathan, can you send me those emails again? I need them by 3. Okay. 帮我 check 一下我的 email， 待会回我。喂喂，哎，侯小姐 ，baby，你看我刚刚用玫瑰金箔去了角质，还做了一个缅甸的古风护理，觉得怎么样？摸摸有没有呆呆的？有，超呆的。今天皮肤好辛苦呢，折腾了好久，都是为了见你哦。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亲爱的，你送我的包包我好喜欢，真的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。要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诶，王先生呢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不会，你很准时。其实啊，昨天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也有跟微微说起，王先生还是有一定的时尚品味的哦。可惜是 Emporio Marni， 不是 Giorgio Marni。不过还是很感谢王先生对我们高端客户的重视。如果只是见到黄小姐一个人的话，还真是很难让人认可贵公司的品味与档次呢。李小姐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高端客户呢，是根据服务人员的个人修养还有品味，来判断一家公司的档次还有业务能力。就这么说好了，如果说一个美容师，他自己的皮肤就很糟糕，满脸的皱纹、痘印，还有黄褐斑的话，是不是你也会怀疑他的护理保养能力呢？不是，我不太明白，要不您直说吧。原先我不想直说的啦，不过黄小姐，您都这么问了，我这个人呢，一向是不爱藏私的，那干脆直说好了。黄小姐，你的穿衣习惯实在是不怎么样呢。就拿这件上衣来说好了，虽然说是海军风，质料上差了那么一点，但是还好啦。海军风也算得上是 at the top of the fashion， 也不算是太退流行，但是它的长度就有些尴尬哦，既体现不出你的身材比例，又会使你本身就单薄的上身显得更加干瘪，原本还不明显的小腹也好像微微凸起了呢。如果说我大概能够理解你这件上衣的用意的话呢，那这条裙子就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嘞。这么严肃的颜色
配上这么宽松的款式，到底是想让人在什么时候穿呢？跳肚皮舞的时候吗？会不会太妖娆了呀？给婆婆拿去买小菜的时候呢，似乎也有一些太过正式了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这条裙子究竟在哪里买的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推荐给我的设计师朋友，让他也去买一条。你有病吧你！本姑娘就是穿垃圾的上街，关你屁事！要不是你非要来这种连门都进不来的鬼地方装13，本姑娘至于赶鸭子上架装什么时尚人士上的人吗？是你有钱，你有品，你有老公，你已经称霸宇宙无敌了你，还至于彩虹一顿显得你有多牛叉吗你？黄小姐，那个我们家小可啊，有时候讲话有口无心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啊。黄小姐，我这个人呢，本来就是心直口快的。其实我也真的是把黄小姐当成好朋友了，才会这么说的呢。如果有得罪的地方，你多多包涵啊。李小姐，昨天你打电话说你今天有很多想法想跟我们说。对，我说我还差点忘了呢。王先生呢，我建议你去搜狐的视频搜一下，因为那边有很多国外的很棒的婚礼场面，还有很多都是高清的哟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画面都非常清晰。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摩纳哥王子他的婚礼，也是我个人最满意的一个婚礼。他的新婚的礼服，婚的礼服是周家妈亲自设计的，另外呢，我想要的那种婚礼是既梦幻又知性的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丢盔弃甲的战士，站在烽烟滚滚的古战场，又像一个被扯掉最后一块遮羞布的囚犯，在大庭广众下游街。我突然有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周围的这一切了。总的来说，我不希望让大家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幸运女孩，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世界上最合适的那个人，然后顺理成章的结了婚。虽然总的来说是这样不错了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尤其黄小姐，你应该更加清楚的。作为女孩子来说，虽然这种样子会比较简单，但一点悬念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不清楚。虽然我是个女的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奇异生物到底在说什么。李小姐的意思是，让我们雇几个漂亮的小三儿去砸场子，是吧？看来黄小姐也没把李小姐当外人，俩人熟了，挺好，这样挺好。李小姐，你接着说。黄小姐真的好幽默啊！你说，像你对我这么好，哪里会有什么漂亮小三呢？当然了。可是刚才黄小姐这么一说，就好像真的一样，我的心都被揪起来了呢。好像这样的惨剧真的会发生。宝贝亲亲，告诉我不是真的好不好？宝贝亲亲，心里慌慌吗？本来就不是真的。宝贝最好了，你要对我一辈子都好哦，让那些其他的女人全部都羡慕死。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你永远幸福下去。我得让全世界的女人都记住你啊！
王小姐，王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在想，这世上唯一能永恒的，就只有恋爱中女人的幻想了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啊，你刚才说的那些悬念啊什么，我差不多理解了，回去把它落实到方案里。还有什么别的吗？哎呦，要是服务行业的人员都像王先生这么好沟通就好了呢。我的想法有很多，你们要认真的理解才行。首先呢，我要我的出场非常的特别，要有惊喜。我不要结婚进行曲，因为我不想和大家都一样。但是呢，也一定要找和结婚有关的曲子，不要中文的，要有格调的，一定要是古典乐。其次，我的出场方式也要很特别。我希望，我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一开始啊，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哪儿，大家都在找，然后砰的一下，我就出现了，吓大家一跳。是不是很棒，很出其不意，对不对？吓大家一跳。但是要浪漫哦，不可以俗气。baby， 你说好不好？好，特别好，特别是那段砰出来的黄小姐，黄小姐，没事，你接着说。接着说吧。那第三呢，是我的想要的那些出场的嘉宾哦，他们一定要是重量级的。我希望，比如说像 Tom Cruise 啊。谁啊？起来了，那我走了。我怎么回家了？你在我家干嘛呀？咱们不是开会呢吗？是开会呢，可后来你晕了，你忘了？后来我跟那两口子把你送医院了，医生看了说没事儿，就是注意点营养。还有刚才我送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一边我得抱着你嘛，然后我另外一只手从你包里拿钥匙的时候，你们家邻居出来了，他以为我是坏人呢，要打电话报警，你记得跟人解释解释。还有你房间挺好的，环境也挺好的，就是太乱了，太脏了。我刚才帮你把灰扫了扫，垃圾也倒了，然后我给你做了点饭，在那儿，看见了吗？你起来，我把它吃了啊。谢谢你，王小贱。不是啊？王。哎，没事，你就叫我王小贱吧，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你除了不知道我叫什么，应该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人吧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别人，所以不用不好意思。王一阳，王一阳说的对，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坐在我手边10米范围内日日朝夕相处的这个人。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现在的糟糕处境都是我应得的，是我那张布满漏洞的人际关系网中一段一段漠视带来的祸。各位，都先停一下啊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新来的同事黄小仙同学，哈哈，希望你们大家彼此关照，精诚合作啊！好，那是你们，欢迎。那你们彼此先熟悉一下。你好，我是广东仔啊。黄小仙儿，你从上班第一天就开始跟同事格格不入。你好，我是善良妹，大家都这么叫我。趾高气扬，假清高，真浮躁，旁若无人的生活在自己所认为的快乐中。我叫小哥。
哎，公司来了新同事，咱们都有个聚会，你爱吃什么？自助还是钱柜？哦，我今天约人啊。70吧，我们每周同事都聚会。你这周是周几有空？周几都没空。别人都是空气，感情全世界就你有个男朋友，每天恨不得上班把他揣兜里，下班跟个大年糕一样粘在一起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极为清脆而又响亮的大耳光，打得自己都不知道疼。你会觉得对你不公平，会有挫败感、失落感。那是因为你一直把你所谓的爱情只做乘法和加法，而忘记了这里的变数。今儿一大早，我已经把麻辣香锅的料都准备好了，走着呢。什么呀？烤肉季都定好位置了，哎呦，专门为我们小仙准备的。我一大早上就去超市，就去菜场把该买的菜、该洗的菜都洗了。你在相同的时间地点遇到了相同的人，却发生着极为混乱而又错位的故事。甚至有时候，你会后悔当时的某个举动、某个态度、某个决定。我老公特地给我做了麻辣香锅，咱们吃麻辣香锅去。耶！哦，走着。如果可以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遭受这么深的伤害呢？可是再也回不去了。拿一个冰镇芦笋，一个清蒸多宝鱼，再来一个牛肉吧，好吧？稍等。宝贝啊，你最近那么辛苦，要多补充一点蛋白质才好。牛肉里面呢，肌氨酸含量很高，对宝贝健身也有好处。小可，谢谢你啊，你总是那么用心的帮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全。宝贝，你是我的大宝贝啊，没有人会不好好对待自己的宝贝，对不对？我呀，就是要让我的宝贝和我在一起，永远都舒舒服服的。喂，魏总你好，打扰您了吧？您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方便，你说吧。是这样啊，我们这个策划师啊也跟您沟通了2回了，不知道您对他们的这个服务啊什么的是不是满意？我觉得整体来说呢，还是算是不错的。哦，那就好。这样啊，我们知道您工作比较忙，等您什么时候想签约的时候呢，您就提前告诉我们一声，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，尽量减少耽误您的时间，您看行不行？有关签约的事情呢，我已经全权交给我的妻子决定了。毕竟我们呢也跟你们公司的策划师见了2面，很多事情还得观察一下。这样吧，一旦小可他决定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您，好不好？
好，是理解啊。这种事儿他总是要多考虑的哈。那这样，那您方便您随时给我电话，我恭候着啊，我随时恭候。好，拜拜。是不是那个婚庆公司的老板呢？对啊。才不要这么快就和他们签合同。他们公司那2个人啊，男孩子还蛮好的，可是女孩子呢，既没品还不友善，今天竟然还晕倒嘞，真是好可怕哦。我觉得那个女孩呢，最近身体可能不太好，所以她的精神状态呢，可能也受影响了。不过好在是那个男孩子拉主 key， 你呢就跟他们多接触几次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，我再请他们老板换人，好不好？而且我知道小可啊，你心胸最宽大、最乖了，你不会跟他们计较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位宝贝培养起来的品味啊，是怎么都降不下来呢。王总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这事儿你办的是我怎么老觉得没底啊？刚开始挺顺利的，就是到了中间，黄小仙她忽然晕倒了，但是医生说没什么大事，而且魏先生也说了过几天再约我们。晕倒了？你这样啊，不行就换人啊，然后你千万别让这到嘴的时候再给跑了。啊，王总。我觉得小仙她可能是受试验的刺激吧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再说从公司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案子他已经上手了，现在换人有点得不偿失吧？您觉得呢？这个黄小仙，你说关键时刻他总是给我掉链子，我这都要考虑要不要再给他机会。行，先这样吧。黄。嘿，这黄小仙。喂。哎呀，王总，你好呀。哎呀，谁敢找你呀？啊！这一下班就跟放了生似的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对不起啊。有事儿吗？到公司再说。不然我……你什么呀你？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？反正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不良青年。那我就直说了吧，我想再请几天假。什么？请假？你给我惹了
事儿你还想请假？我告诉你，王小贤啊，你不要挑战我做人的底线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心情不好，昨天见客户我都晕倒了。哦，晕倒了呀？我还以为你拿小刀自残了呢，要么就是跑你前男友家去往人脸上泼硫酸去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派出所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还就不保你，你老老实实给我在里头待着，好好反思吧你。王总，您能不跟我开玩笑吗？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去看那对戏剧爱好者自编自演的桥段，我也没有激情去给他们捧场去。我现在真的很累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那你想怎么着啊？壁虎断尾求生，您听说过吧？我现在就想躲在家里等着尾巴长出来。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，这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。现在连卫生纸网上都有卖的，所以完全可以足不出户。我就是想在家待几天。你现在就给我出来，跟我吃午饭。我真的不想出门。中午12点，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。我不来我就扣你工资。哎。王总，我来了。不，对不起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啊？落个座都能把服务员伤着。你这是今天骂老板，明天玩失踪，后天你给我搞晕倒。你以为这公司给你开了？你趁早给我滚蛋！哎，小爷我已经惨到谷底了，再大的悲剧对我来说都是餐后甜点。服务员，打包。嘿。这酒真不错，是智利产的，有一股樱桃黑巧克力的味儿。你尝尝。我能兑点雪碧吗？你这么好的酒，你兑雪碧，你得仔细品。满口的人民币味儿。这酒啊，得配牛肉啊，一口酒一口肉才有味道。王总，在我吃牛肉之前，我想先问一问题，行吗？说。您是不是想开除我？吃散伙饭吧。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都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那这么说，您不是想开除我呀？那您是想泡我吧？我想泡你，
你有病啊！我女儿都跟你差不多大了，我想泡啊！不是您这忽然对我这么好，我这心里什么呀？你就是250的脑子，林黛玉的心，不就失个恋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男孩子啊，那就是情义千金不敌胸脯4两。你至于这么寻死寻活的吗？谁寻死寻活了？那我就不能难过一下，我就不能质疑一下人生吗？你连人都没生过，你拿什么质疑人生啊？王总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。如果您女儿失恋了，跑回来找您，你也劈头盖脸的给人骂一顿，骂人是250，对吗？吃这个，这都切好了，这肉啊。其实我一直想特别努力的走到最后。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这个女孩得富养，要么长大了吃亏。所以我每天就起早贪黑的拼命挣钱，就为了让她将来能过上好日子，让她少吃亏。我这都想好了，如果有一天她要是长大了，她也失恋了，我跟她说什么？我就说啊，让他把那个臭小子给我带过来，当着我闺女的面，我痛骂他一顿。啊，你不娶我闺女，是你瞎了眼了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幸福。然后狠抽他一顿，把我闺女带走，啊，带到这儿来，让他吃顿好的，告诉他，美食、美酒。不会因为失恋了就改变它固有的味道。牙疼确实很难忍，但牙疼也确实要不了人的命。那您女儿牙疼过吗？他11岁的时候，我老婆就跟我离婚了，把他带到国外，到现在是整整6年了。我就见过我女儿2次。至于她以后是不是牙疼过，是不是被哪个混小子给欺负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怕你笑话，现在我都没能亲口骂我女儿一回。吃，一口酒，一口肉。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啊，没什么经历，没受过什么挫折，屁大点事儿就以为天崩地陷了。其实啊，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吃不上饭了，除了命要没了，没什么真正大不了的。你干嘛不趁着还年轻啊，脑子瓜还好使，还有饭碗，你好好工作，你多挣点钱，为自己养老，好不好？这单子啊，归根结底不是你的，我也不是什么慈善家。我请你吃，安慰你，这都是为了让你将来能给我好好工作，
咱们毕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这公司倒了，谁都好不了。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，咱们都先放一放啊，把这单子解决好了，再解决你的问题，行不行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放1天假，啊，你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，睡一觉，整理整理自己，啊，别搞得这个本来咱是一个妙龄少女，你弄得跟库存甩货似的。吃吧，啊。大老王说的对，被牙糖夺取生命，要是这样的新闻能上报纸头条，那简直太可笑了。黄总，今天真的是谢谢你啊！别客气啊，吃饱了把活干好了啊。啊，王总，我能问您一问题吗？那你说，您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没事吧你？啊，在我公司都2年多了，你不知道你们老板叫什么？嗨，我每天上班我就去，下班我就走，别的事儿。记住了啊，我叫王敬明，尊敬的敬，神明的明，啊，以后要像神明一样尊敬我。啊，你要是什么给我下个咒、扎个针儿、弄个小人什么的，你别写错名字。我不扎不扎不扎。明，对，神明的神嘛，对明。喂，素素啊，爸爸是爸爸呀。哎，素素，你那边现在都快11点了吧？怎么还没睡觉啊？喂，你谁啊？什么闹什么？你跟我闹？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怎么就不关我事儿了，素素？我这每天撅这个屁股，我挣点人民币，我最后得除以6换成美金，每天除了找我要钱，还我跟这说起来我就生气，怎么就不关我了？不关我什么事儿了？你这10多年，你花的每一分钱，不都是爸爸的血汗钱吗？哎，你那个妈连个屁话都不会说。给你花钱，那爸爸当然高兴了。哎呦，咱们素素都18岁了，大奔，你爸这还裸奔呢？这多少钱吧？5万美金，不是。5万美金呢，在国内这都是100多万的车，你要那么贵的车干嘛？喂，素素，你听见没有？喂，爸爸给你买啊！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奔奔奔奔奔奔。你总是说我想回家，大老王说的对，除了没饭吃，
除了活不成，没有什么真正了不起的。失恋打不打黄小仙儿？黄小仙儿要好好活。许三多老师教导我们说，好好活就是要做好多有意义的事儿。